這裡曾經是中國最貧窮的山區城市，但是現在這座城市卻正在上演最殘酷的咖啡內卷。這裡的咖啡店的密度甚至超越了上海，在一個只有600萬人口的城市裡面，居然瘋狂地開了3000家咖啡店。不止咖啡，這裡也開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創店。然而為了整頓市場，貴陽效仿新加坡，把所有的街頭小販都強制集中在同一個市場裡面統一管理。你以前肯定刷到過賣麻辣燙的小販為了搶地盤和同行大打出手的影片，但是你能想象超過20家麻辣燙全部被放在同一個地方龍爭虎鬥是怎麼樣的場面嗎？當人流被強行集中，文創店也不得不跟在夜市周邊扎堆。這支影片我們會從咖啡的內卷看到這裡不同行業的殘酷競爭，以及之後產生的意外結果。貴陽在90年代開了第一家咖啡店以後，當地人就像上了癮一樣，天天都去喝咖啡。這裡的咖啡館好像發生了自然界的生態災難一樣野蠻生長，就好像1859年被引進澳大利亞的那24隻兔子，因為沒有天敵，短短的40年就繁殖變成了101隻。那麼咖啡館的天敵是什麼呢？就是每天加班都做不完的工作和每個月都要還的房貸，讓你沒有時間去喝咖啡。貴陽人很早就明白了一個道理，結婚、生孩子和背上房貸是一個不可能的三角，所以這裡的房地產一開始就幾乎沒有金融的屬性，有人想要炒房也炒不起來。一來是這裡的人沒有錢，二來是有錢也不會上鈎。在別的地方要1萬塊錢人民幣一個平方的時候，這裡的花果園只要4000塊錢一個平方。炒房很愚蠢，有個老外這樣說：上帝給了人類一個擁有陽光、海灘和超級多樣化小動物的世界，人類卻要發明房貸這種東西，然後背着過一輩子。雖然貴陽在刻板印象是一個收入很低的山區城市，但是因為他們不內卷不炒房，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反而比中國大多数地方的人都還要高，每天都有很多的時間喝咖啡。可是當一座城市的咖啡館瘋狂擴張到3000家的時候，你要怎麼跟其他2990個同行競爭呢？卷價格你肯定卷不過瑞幸和庫迪，靠9塊9一杯的咖啡，現在全中國都是他們的連鎖店，全自動的咖啡機按一下按鈕就可以出來一杯咖啡，但是這些充其量不過是咖啡味的水。貴陽人不缺享受生活的錢，請幾個店員慢慢用心做一杯地道的拿鐵只要15塊錢，沒有人會再去喝什麼瑞幸。這家貴陽最知名的連鎖店之一，每一個在微信上注冊的新用戶都會免費送一杯熱拿鐵，每開一家新店都會免費送出100杯拿鐵。這裡的成本結構類似於泰國的清邁，當地的人工資低，山區城市店租也便宜。清邁也有超級多好喝又便宜的咖啡，而且這裡夏天的氣候和清邁一樣涼爽。但是不管什麼產業，想要不內卷就要有差異性的優勢才可以賣到高價。他們發現只要參加世界咖啡大賽拿了冠軍就可以一戰封神。這裡自從出了一個世界冠軍之後，每年都有很多人在中國區的咖啡大賽奪冠。這裡的高端咖啡會有專人給你介紹產品，讓你知道為什麼你喝的咖啡59塊錢一杯。然後黄油豆里的話，我們会裡面用的是我們一個黑貓的豆子，然後呢裡面會加入黃油，讓口感更順滑。然後杯子我們會提前凍過，然後為了延緩這個這個牛乳和咖啡的融合，然後喝的時候建議大口一點，會有不同的風味。這邊簡單給您介紹一下，這款精緻液我們的設計靈感是來自於無感設計，也就是5種感官。我們會使用攪拌機去乳化整杯咖啡，使它的流口感升。同時我們会用甘蔗汁和檸檬汁去做一個較好的酸甜比例，來提升它的味覺感受。最後這邊在嗅覺部分，我們會使用乾冰來霧化這杯薄荷紅茶。在喝之前呢，我会先在咖啡的上方去打上一个木质香味的气泡。那开始了。然后呢，放到面前的新鲜橘皮去挤出一个柑橘香。然后这一杯的话是要大口一点去饮用，大口饮用可以感受到一个顺滑的口感，酸甜甜的舒服。4款咖啡和32塊錢的普通咖啡我都嘗了。咖啡入口的時候有一種比以前喝過的其他咖啡都更加純粹的感覺，但是說實話，喝完了以後會有一點心疼錢。這讓我想到了經濟學上面的邊際效應，質量只要好10%，
就可以得到超過50%的溢價。雖然貴陽只是一個山區城市，但是在這裡你會看到很多的商業試驗。前面說到貴陽的退街入市，強制把所有的小販都集中在青雲市集裡面，導致人流更加集中到那裡，文創店也跟着遍地開花。如果你在中國旅遊過很多城市，你會發現每個商圈幾乎都一模一樣，都是古茗、優衣庫這些品牌，非常的同質化和沒意思。但是神奇的是，貴陽卻孕育了不同的結果。如果20家麻辣燙都開在一起，大家肯定都會完蛋。但是經濟不好的時候，大家都會互相想辦法。之前廣東突然流行摔跤的時候，就有人想，如果喝早茶的時候看摔跤有沒有搞頭？沒想到真的很多人為了看摔跤去茶樓去喝早茶吃點心。青雲市集這裡每次來都會覺得和上次有一點不一樣。這裡有很多別的城市根本都看不到的特別有趣的品牌，雖然很貴，隨便一個公仔都要差不多100塊錢。比如這個純手工的布包居然標價1400塊人民幣，不過確實很精緻，會讓人有一種想要為獨特性買單的衝動，也想通過購買去鼓勵這裡的獨立創作者。在這裡你會更加明白為什麼像杭州這種資源豐富的城市會被叫做美食荒漠，完全找不到什麼特別好吃的。因為高額的店租讓做生意的中小商戶沒有空間去試錯，最後只能選擇最保守但是最有機會賺錢的方案。首先考慮的是活下去，最後結果就是不斷的同質化和內卷，導致大家都賺不到錢。貴陽這裡的店租低，旅遊行業還有政府的補貼，反而讓實體經濟更加有活力。我們總是說網購摧毀了實體經濟，但是如果大家不是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誰會願意為了省幾塊錢去等快遞幾天之後才把自己想要的東西送到你的手上？如果我們沒有背上沉重的房貸，沒有為了結婚彩禮不斷存錢，沒有為了讓孩子讀更好的學校去買房子，大清早6點就要送他去學校，結果最後才發現，現在的教育制度裡面要學的知識很可能一輩子都用不上。讀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被強制綁定的消費，你會開始不想生孩子，想要過在貴陽這種沒有房貸每天喝咖啡的生活，因為他們很多人已經明白，結婚生孩子和買房子是一個不可能的三角。所以在貴陽不會有人急着去買房子，只會有人急着去吃好吃的小吃。貴陽最大的王牌去茶山，每一家分店都坐滿了人，人均30塊錢的牛肉火鍋已經在躺平的時代把分店開到了四川。這個包容的城市在過去的30年接納了很多的新移民，所以湖南麵館其實是貴陽的本地小吃。雲吞非常大一個，麵條也非常的劲道，才12塊錢一碗，更不要提每天都有很多本地人去排隊，平均要排半個小時才能吃到的全牛粉只要14塊錢一碗。加猪肉嘛，在这是1碗打板，然後也是一樣的，也是加粉加哎，對，這裡吃的是加豬肉嘛，單獨加豬肉。